2004年的夏天，呼和浩特的风里还带着点沙土的腥气。那年我15岁，刚上高一。父母在重庆的棉纺厂下岗后，天天为了生计愁得白头，实在没精力管我，就把我塞上了去内蒙古的绿皮火车，让我去投奔在那边建筑公司做后勤的小姨。小姨叫徐秀，是个地道的重庆妹子，脾气火爆，走路带风。她脖子上常年挂着一块老坑翡翠的平安扣，那是外婆临终前留给她的，水头不算好，但边缘被她摩挲得油润发亮。小姨在项目部管着几十号人的吃喝拉撒，每天蹬着个28大杠在工地和家属院之间穿梭，嗓门大的能盖过搅拌机的轰鸣。那时候西部大开发正热火朝天，到处都是脚手架和绿皮围挡。项目部的人大多住在简易板房里，但也有几个成了家的会在老城区边缘租那种老旧的家属院。小左夫妇就是其中之一。小左是小姨的老乡，两口子在项目部做预算。他们租的房子在一条叫麻花巷的深处，是那种60年代建的苏式筒子楼改造的平房。我第一次去小左家是小姨带我去蹭饭。那房子结构很奇怪，典型的北方老建筑，为了多住人，把原本的格局全砸了。一进门是个大场间，客厅、餐厅和厨房连在一起，中间没有任何隔断。最里头用3合板勉强隔出来一个小卧室，那间小卧室我至今想起来心里还会泛起一阵黏糊糊的凉意。它太小了，只能塞下一张老式的铁架床和一个衣柜，窗户开得极低，紧挨着外面的马路，大卡车一过，窗玻璃就哗啦啦地响，墙皮簌簌地往下掉。屋里常年不见阳光，墙角多着一大片黄褐色的水渍，形状扭曲，像是一张张痛苦的人脸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的旱烟味，混合着某种劣质雪花膏的甜腻，闻久了让人胸口发闷。小左的老公姓王，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，眼神总是阴郁地往下耷拉着。那天吃饭，他破天荒地拿出了2瓶内蒙的烈酒，一杯接一杯地劝小姨喝。小姨性格直爽，架不住老乡的热情，喝得脸颊绯红。徐姐，你回去也要午休，不如就在这睡会儿。下午上班，我骑车带你过去。小王端着酒杯，嘴角扯出一个不太自然的笑。小姨没推辞，摇摇晃晃地走进了最里头的那间小卧室。我留在外头看电视，那台老式大屁股彩电屏幕里全是雪花点，发出滋滋的电流声。大概过了1个多小时，里屋突然传来砰的一声闷响，像是有人重重地撞在了铁架床上。接着是小姨变了调的尖叫，我赶紧跑过去推开门。小姨整个人从床上弹了起来，头发像鸡窝一样乱，脸色煞白，嘴唇乌紫。她死死抓着床单，胸口剧烈的起伏，眼睛瞪得老大，死死盯着卧室那个空荡荡的角落。有人。小姨牙齿打着颤，指着那个角落。小王和小左也赶了过来。小王的眼神在屋里快速扫了一圈，最后落在小姨脸上，眉头皱得很紧。徐姐，你做噩梦了吧？这屋里就你一个人啊？小姨没说话，只是机械地摇头。她脖子上的平安扣随着她的动作晃来晃去，刻在锁骨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后来小姨告诉我，她躺下后一直睡不着，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她。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快睡着了，一睁眼就看到床尾站着个女人。那女人穿着50、60年代那种老式的碎花棉袄，下身是扎着裤腿的棉裤，齐肩短发，圆脸盘，但下巴那一块却朦朦胧胧的，像是有一道极深的紫黑色勒痕。女人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满脸凶相。小姨说，那女人明明没张嘴，但她脑子里却清晰地听到一句话：你凭啥子睡我的床？小姨脾气暴，心里刚骂了一句瓜娃子，这哪是你的床？那女人就猛地扑了过来，一双冰冷的手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。那种窒息感太真实了，小姨拼了命的挣扎，一脚蹬在铁架床上，这才惊醒过来。那天下午，小姨没去上班，直接打车回了项目部。从那以后，小姨就像变了个人，她开始发低烧，每天浑浑噩噩，账目算错了好几次。一到晚上，她就说梦话，
梦里全是一些已经过世的熟人，在他床头晃来晃去。我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，原本合身的宫装现在空荡荡地挂在身上，他脖子上的平安扣也失去了原本的光泽，变得灰蒙蒙的。大概1个礼拜后，小左突然给小姨打了个电话，说他们搬家了。小姨问怎么这么突然，小左在电话里压低了声音，语气里透着掩饰不住的慌乱。徐姐，那房子邪乎，你走后连续几天晚上，我一闭眼就看到那个穿碎花棉袄的女人站在床头。老王他连夜找车把东西拉走了，连押金都没敢要。小姨挂了电话，坐在床沿上发了很久的呆，她手指机械地抠着墙皮，指甲缝里全是白灰，抠出血了也不知道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深不见底的无力感。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像一根无形的绞索，慢慢套在了小姨的脖子上。小姨的丈夫，也就是我小姨父，当时去了北京考1级建造师，等他大半年后回来，看到小姨瘦脱相的样子，吓了一大跳，赶紧带她去了内蒙古附属医院，抽血、拍片、脑电图，查了个底朝天。医生拿着单子说，各项指标都正常，没病，但人就是起不来。小姨整天瘫在床上，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，连翻身都需要人帮。小姨夫不耐烦了，觉得他是水土不服，加上项目部那边也在催他回去，便把小姨送回了重庆老家。回重庆的前一晚，小姨借住在另一个老乡小红家，小红租的是个老式的4合院。那天呼和浩特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，半夜里我被一阵凄厉的猫叫声惊醒，那声音不像猫，倒像是婴儿在哭，尖利的能刺穿耳膜。小姨也醒了，浑身抖得像筛糠。小红的老公是个讲究人，皱着眉走到院子里，抓了一把生米，一边往雪地里撒，一边嘴里念念有词，莫出去，莫出去。但那猫叫声一直没停，直到天亮。我们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院子，赶去了机场。回到重庆后，小姨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重，中药西药吃了一箩筐，全如石沉大海。她开始整夜的失眠，只要一闭上眼，就说那个穿碎花棉袄的女人在掐她。她原本是个闲不住的人，现在却连下楼的力气都没有。为了让她散心，也为了谋条生路，我陪她去了杭州，想学做当时刚兴起的奶茶。我们在杭州老城区租了个廉价的宾馆，那宾馆在一条终年不见阳光的巷子里，墙皮剥落，走廊里总有一股散不去的霉味儿。就是在杭州的那个月，事情变得更加诡异。我经常在半夜听到小姨的房间里传来压抑的哭声。有天晚上我推门进去，看到小姨缩在床角，指着衣柜和墙壁的夹角，声音嘶哑。她在那儿，她蹲在那儿看着我。我顺着她的手指看去，那里只有一团浓重的黑影，但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总觉得那团黑影的边缘在微微的蠕动。小姨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，她开始说胡话，说那个女人在她耳边寒冷，说脖子疼。有天下午，我买完材料回宾馆，一推门发现小姨不在，我疯了一样跑上顶楼的天台，小姨就站在天台边缘，半个脚掌已经悬空了，风把她瘦弱的身体吹得摇摇欲坠。小姨，我尖叫着扑过去，死死抱住她的腰。小姨转过头，眼神陌生的让我害怕，她嘴角扯出一个诡异的弧度，用一种不属于她的沙哑低沉的声音说，她让我下去陪她。我们在天台上挣扎了很久，拉扯中，小姨脖子上的那根红绳断了，老坑翡翠的平安扣掉在水泥地上，啪的一声摔成了两半。小姨像是突然被抽干了力气，软倒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那是她生病以来第一次哭出声。我们回了重庆，奶茶店最终还是在小姨侄女的帮忙下，在河川古街开了起来，生意出奇的好，但小姨的状态却越来越差。她经常一个人坐在店里的角落，盯着空气发呆。直到那年8月，事情迎来了一个转折，或者说是另一个深渊的开始。店里一个女员工违规操作，打翻了一桶刚烧开的热水，
大腿和手臂大面积烫伤。小姨倾其所有给她治病，但女员工的家属不依不饶，一纸诉状把小姨告上了法庭，索赔20万。20万在00几年的时候足以压垮一个普通家庭。小姨父在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第一反应不是安慰，而是转移了家里仅剩的一点存款，然后提出了离婚。那段时间，小姨周围的世界展现出了比鬼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意。曾经称兄道弟的朋友躲着他，亲戚们背后指指点点，说他中了邪。克夫，那个受伤的员工家属每天来店里闹，砸东西，泼红漆，小姨彻底被推到了悬崖边缘。她不吃不喝，整天把自己锁在屋里，手里紧紧攥着那2半碎裂的平安扣。我闺蜜看不下去了，死拉硬拽地带着小姨去找当地一个很有名的看事的老太太。老太太看了小姨很久，最后摇了摇头：“这事儿我接不了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你得去找那个能给你处理却被你拒绝过的人。”小姨和我都懵了，直到闺蜜提醒，小姨才猛然想起1年前在奶茶店刚开业时遇到的那个奇怪的男人。那天日头很毒，一个戴着破草帽，穿着洗发白的衬衣，背着为人民服务帆布包的男人走进店里讨水喝。小姨看他可怜，给了他一杯冰水，还塞了30块钱。男人走之前给他算了一卦，说他明年有个官司要赔20万，并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。小姨当时没当回事，把纸条随手塞进了抽屉的夹缝里。我们翻箱倒柜，终于在那个落满灰尘的夹缝里找到了那张泛黄的纸条。电话打通了，男人第2天就来了，他依然穿着那身破旧的衣裳，一进门就笑着问：“官司赔了多少？”小姨愣住了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“20万。”男人点点头，让去厨房抓把米，倒碗温水。他把米摊在桌上，一粒一粒地数，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把生锈的小刀，划破手指，将血滴进米碗里。接着他用黄纸蘸着血水，画了一道极其复杂的符，贴在了小姨卧室的门上。贴着它，以后就不会做噩梦了。男人说。做完这些，男人端着那碗水要出去倒掉。临走前，他深深地看了小姨一眼，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毛骨悚然的话：“跟着你的那个短发女人就快要得手了。但徐姐，你要记住，那屋里的东西只是个引子，真正把你往死里推的是活人。”男人说，最近1个月这栋楼里可能会有人过世，到时候别管是谁，只要知道了就带一提纸钱送过去，什么也别说，那是替小姨挡了灾。男人走后没几天，楼上的一位独居老太太突发心梗去世了。小姨按照男人的嘱咐，默默地去送了纸钱。神奇的是，从那天起，小姨再也没有做过噩梦，她的眼神渐渐恢复了焦距，开始能正常吃饭、说话。那个一直笼罩在她身上的阴冷气息，像是被一阵风吹散了。后来，男人给小姨打了个电话，解释了其中的缘由。他说，那个穿碎花棉袄的女人确实是个灵体，几十年前在那间小卧室里上了吊，但灵体伤人需要极大的怨气和气机。小姨之所以被缠上5年，不仅是因为她睡了那张床，更是因为人的恶念。男人暗示小左的老公小王，当年在那间屋子里藏过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，可能是赃款，也可能是其他更阴暗的秘密。他怕小姨看出端倪，在小姨的水里下过微量的能导致幻觉和神经衰弱的偏方药物。小姨的见鬼一半是阴气，一半是药物导致的神经受损和心理暗示。而小姨生病后，丈夫的冷暴力、朋友的疏远、员工的讹诈，这些来自活人的恶意，才是真正抽干她生命力的毒药。鬼只是想拉她走，是人把她推下了悬崖。至于那杯冰水和30块钱的善缘，成了她命里唯一的生机。小姨听完，坐在沙发上，久久没有说话。她没有去报警，也没有去找小左夫妇对峙。在那个年代，没有证据，这一切都只是无稽之谈。她只是默默地处理了官司，赔了钱，关了奶茶店，和小姨父办了离婚手续。离开河川古街的那天，下着蒙蒙细雨。小姨把那2半碎裂的平安扣
埋在了店门口的一棵黄葛树下。他看着那棵树，轻声说：“都结束了。”但我心里清楚，有些东西永远没有结束。小左夫妇后来在内蒙换了个地方，继续租房，搬家，过着看似正常的生活。小姨夫拿着转移的财产重新成了家。那个讹诈了20万的员工，听说后来因为赌博把钱挥霍一空，日子过得比谁都惨。现实的恶往往不需要因果报应来收场，它就像一块石头砸进深水里，连个响都听不到，只留下一圈圈让人窒息的涟漪。20年后，我因为出差再次回到了呼和浩特。麻花巷早就被拆了，原地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商业广场，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。1楼的咖啡厅里坐着衣着光鲜的年轻人。我站在广场中央，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喷泉，水柱从地下的出水口里涌出来，哗啦哗啦的响。那个出水口的形状圆圆的，像极了一个深不见底的井口。风从广场的穹顶吹过来，水声在风里变了调。隐隐约约的，我仿佛又听到了那种尖利如婴儿哭泣的猫叫声，以及一个沙哑低沉的女声在耳边轻轻地问：“你凭啥子睡我的床？”